怎么样，卡尔？我的技术没退步太多吧？是吗？你现在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嘛？哎呀，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开窍的这一天，你的表妹却要到大洋彼岸开始新的生活了。来，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心里还挺不好受的呀？好吧，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要去普林斯顿开展新的研究，你也要启程去柏林承担心理医生的工作。以后的生活多半只会越来越忙碌吧。你呀，总是在这种时候就自顾自地严肃起来了。我们沙沙作响的树叶，用自己的声音回答狂风暴雨。而沉默的你是谁？我不过是一朵小小的花。怎么样？这句诗很适合你吧？Bronya 在照片上见过，他是逆商的创始人之一，艾玛·普朗克教授，也就是爱因斯坦博士和特斯拉博士的老师。而且他似乎和第一任理智律者瓦尔特·乔伊斯之间也有着某种复杂的关系。不过，竟然连那位卡尔·古斯塔夫的记忆也散布在这里。理智律者的核心果然进入了一种非常麻烦的状态。具体是指什么？卡尔·古斯塔夫是构成理智律者核心的30万分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初的那一份。也就是说，他不仅是瓦尔特·乔伊斯这个存在的源头，也是理智律者最初的起点。所以我们能得到的结论或许是，在圣痕计划的影响下，理智律者的核心在物理意义上已经分裂解体。分裂解体？啊，这件事倒也没有听上去的那样可怕。理智律者的核心原本就是由30万种思想共同构成，理论上其中的每一份都有退出的可能。但理智律者毕竟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此无论是2位瓦尔特先生还是 Bronya， 我们都具备驾驭这30万种思想的能力。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分布式的律者核心摆脱圣痕计划的影响。这样一来，Bronya 也就有机会顺势恢复力量。但牙医和我并没有遇到这种困难，是因为我们的律者核心并不是你所说的分布式吗？或许不仅仅是这样，和 Kiana 还有牙医情况不同， Bronya 并不是一名经历过羽化的律者。理智律者的核心从未经历过羽化。是的，毕竟从一开始，瓦尔特·乔伊斯就是一名为人类而战的律者。他凭借那30万份思想，抵抗住了崩坏对人格的侵蚀，将原本会毁灭文明的力量转化为人民的护盾。也因此，与其他律者相比，理智律者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存在。多年以来，逆商想过很多办法，试图提高这颗核心的输出功率，但从结果来说，我们收效甚微。迄今为止，乔伊斯在最后一战中所呈现的力量，我们仍然难以企及。而如你所见，在长空室经历了羽化的牙医，如果只按观测到的输出功率计算，他的极限不仅远超你我，甚至也必然在乔伊斯之上。结合其他证据，爱因斯坦得出了我们目前的结论：瓦尔特·乔伊斯的诞生与所谓的羽化无关，理智律者核心的状态与你们熟悉的渴望宝石并无本质区别。即使你曾经实现过与这颗核心完全同步。
我奇迹般做到的那件事，也只是接近了乔伊斯的力量，仅此而已。这样说来，难道迄今为止，我们都不曾使出过这颗核心的全力？从牙医的例子来看，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但如我所说，这颗核心本身的特殊性，也使得牙医的案例无法直接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Bronya 觉得这并没有关系。既然这颗核心的特殊性帮助过乔伊斯，也帮助过我们，那么它的存在方式就是最好的。就像瓦尔特先生说的那样，理智律者的核心并不如牙医和 Kiana 的情况稳定。但从好的一面来说，找回理智律者的力量，或许与对抗羽兔的方法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或许而已，算是一种直觉。也许理智律者的存在方式，其实与圣痕计划本身颇为相似。综合世界蛇的各种说法，圣痕计划将以梦境统合人们的意志，进而支配中焉。这件事听上去充满了不可思议，像是一个神话。只是，如果我们用理智律者诞生时的状态与它比较呢？是说30万人的思想？律者核心中的他们是分布式核心的构成单元，可以说既是理智律者，又都不是理智律者。从这个角度联想，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圣痕计划对理智律者核心的影响才会比对其他核心的影响大上许多。甚至，我们可能不是被圣痕计划，反倒是被理智律者的核心困在了这个状态。假设果真如此，那么羽兔所做的事，可能就是乘虚而入，刺激理智律者的核心，使其人为离散，让它更接近于圣痕的存在方式。你们还记得尤兰戴尔的说法吗？在受圣痕计划直接控制的空间里，更接近于圣痕的存在会自发地将它扩张。虽说虚数空间中的不动点，也就是律者核心可以逆转这种扩张，但如果是由许多不动点组成的一张网，或许我们反而会像蜘蛛的猎物一样，深陷其中，动弹不得。可是，要怎么确认这一点呢？我们似乎缺少一些实际的切入角度。我之前好像提到过，曾有一位名叫千劫的英杰，为了寻找类似问题的答案，而不断破坏往事乐土本身的构造。但乐土毕竟是数据空间。那如果是现实空间，不就可以用空之律者的力量来尝试了吗？如果这不是会无限延伸的迷宫，而只是一张固定的网，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弱点。可是，这样的弱点究竟会是……等等，难道说弱点其实就是我们接触的记忆本身？确实有可能。如果要破坏一张网，我们必然要针对丝线动手。虽然这样做可能非常困难，但 Kiana， 下一次你不妨试着在这些记忆中调用空之律者的全能，看看能破坏什么。我明白了。不过 Bronya， 我想你应该明白，像这样的做法有可能真的会破坏理智律者过往留下的记忆。即使这样，也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不如说 Bronya 相信理智律者的韧性，也相信这份韧性会带来打破现状的契机。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放手去干吧 ，Kiana。交给我吧 ，Bronya。决战的时刻到了！心炎，拔剑，急如雷电。
拔剑，突破战场。所以那个人就是瓦尔特·乔伊斯。Bronya 曾经在梦中见过他很多次，但他从来都不说些什么，只是在那里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静静地看着 Bronya， 仅此而已。果然，这里还有更多的记忆。那么，要针对他进行我们刚才所说的尝试吗？不过，提安娜，你是不是一直有什么在意的事？是啊，刚才我们看到乔伊斯身影的时候，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不太清楚该怎么表达。从我的感受上说，那个身影蕴含的情绪十分复杂。它有像瓦尔特先生的地方，有像空之律者的地方，甚至还有像西林的地方。总之，以我的感受而言，那不单是理之律者的力量，是羽兔的影响。这应该是最可能的一种原因吧。羽兔的身份或许比他自称的情况要复杂很多。他真的是所谓沙尼亚特的圣痕结晶吗？他的那种说法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原来如此，看来这或许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呢。勇敢者的游戏。准备好尝试我们的计划吧，提安娜。我要解放这份记忆了。您的心率为每分钟67次，第一秒用力呼气量为4.28升。您的身体基础指标非常健康，可以随时离开本舱。确认完毕，本舱即将开启，请注意。早上好，约阿西姆。我可以为你安排早餐了吗？辛苦你了，艾达。在食堂吃吧，我这就来。怎么样，提安娜？没事吧？怎么说呢？之前还真没有想到，在别人的记忆中调动自己的全能是这么辛苦的事。如果石之律者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好不容易让自己的意识摆脱了被动观看的状态，但刚刚调度起全能，这段记忆就立刻消失了。不过，在消失前的一瞬，那里确实存在着什么。会是羽兔对我们的监视吗？不清楚。不过，既然如此，当机会再次出现的时候，Bronya 希望牙医也能做好准备。紧跟 Kiana 制造出的破绽，在记忆还未消逝的一瞬，尝试用雷之律者的全能攻击对方吗？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迫使那个存在做出反应，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破绽。那么，我们就必须去寻找更多的记忆了。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吧。
这一次没有乔伊斯的身影呢。不过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既然我们发现了那个藏在记忆背后的存在，对方或许也会注意到这件事，并拿出对策。总而言之，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对吧？没错。告诉你一声，弗拉基米尔死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是啊，那个傻瓜，耍迫击炮的时候炸了膛，连带着这次给我们出钱的家伙一起没了。不过他倒也死得干脆，不像那位金主，伤得自己说不出话来，只能蘸着不知道是谁的血在地上写字。本来还以为是什么遗言呢，结果反反复复就都是一个疼字，撑了半个多小时才咽气，可真是活受罪。布罗尼亚，我要是啥时候遇到了这种倒霉事儿，你就直接让人在我脑壳上补一枪，省得你马克西姆叔叔死到临头了还丢人现眼。布罗尼亚的枪法比其他人更准。那不是一回事，不过你这份心我领了。来，布罗尼亚，接下来才是正事儿。这回虽然没挣到钱，咱倒是阴差阳错搞到了另一个好玩意儿。这是电脑，怎么样？头一次见吧？结果，布罗尼亚还没来得及学会什么，他就在那场火灾中和爸爸的套娃一起化作了灰烬。西伯利亚的一切总是这样，事情刚刚有了好转，往往又再度陷入绝望。但就算如此，我们也还是没办法讨厌他。谁让他是我们的故乡，是那个名为祖国母亲的故事曾经存在的地方呢？不对劲，布罗尼亚为什么在记忆里如此自然地恢复思考了？